广州车展没人了，你看零零散散的。现在呢是饭点啊，你看上面。那以往些年这个时候饭点都是排队人头攒动的啊，这不对呀！我们新能源产业不是欣欣向荣嘛？人呢？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没有新车发布，没有新的技术发布，没有新的子品牌发布，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至于说没人呀。现场就参加了1-2个发布会，红旗发布了国雅，沃尔沃发布了 XC60的极夜黑版，其他也没什么了。我是感觉到了汽车行业的寒冬要来了，那这个时候大潮退去以后才能看清谁在裸泳。如果有真正的核心技术啊，有足够强的资金实力，有足够强的生命力，你才能穿越这个周期。这个时候我们买车要尤为的慎重啊，说不定你刚买的车过几个月、过半年、过1年它就没了。前有魏玛高和，后有什么呢？绝对不止1-2个，4、5个、7、8个它都有可能。车展冷清没人，但是历史遗留的经典配套，黑衣人安保还是要有的。像视频中的一群黑衣人，不知道是抓住了一个大象，还是抓住了一个特意来抹黑的车主。7、8个黑衣人通力合作，步步为营，遮得严严实实。整个过程硬是连围的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果然，在安保方面，车企还是舍得花钱的，而且请的人是相当的专业。中国汽车4大展，一展不如一展。上半年成都车展成了销售狂欢，下半年收官的广东车展又在遭厂家抛弃。每年的广州车展都可看出汽车市场的收官战，年底的宣传总结往往都在这个时间。但今时不同往日，2024广州车展如今的热度，仅从发布的新车数据就能看出寥寥无几。这背后的逻辑，简单来说有几点：一、传播碎片化，传播时代下新车宣发进入新玩法时代。集中的大展会营销不如单独选个日子办专场来的划算，无论是流量还是用都避开了高峰期，同时还能有一大批次非同质化内容生产跟进，避免了车圈的打围现象。二行情，汽车行业转型火热，但实则处于寒冬期，销量利润都大幅度下滑，尤其是车展大户的豪华品牌、德日品牌。他们的新车节奏偏慢，如今大展会选择性避开才是明智之举。当然还有个别车企选择不参加。2024广州国际车展就有12家车企缺席，收缩成本应对寒冬。三、消费者端的变化最为明显。大型车展以往是全年消费的主阵地，如今随着直播、直营等多渠道的购车模式出现，消费者对于车展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而今政策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更加公开化，大众买车选车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一场人挤人的车展无法满足消费者深度购车需求，由此带来热度下滑、理想的下滑。看似生机勃勃的新能源大趋势下，车企利润却屡次下滑，舒适的温床下则暗藏危机。新势力车企的优胜劣汰进入白热化，最终胜出的才有资格上桌。雷总，你真是把现在车企的风气给带坏了。我刚抬头看了好几眼啊，我说这是传祺展台，不是路虎展台吧？台上这玩意儿，这啥呀？这是！自从速七火了之后啊，多少品牌觉得只要我超个豪车的壳儿，再套个自己的电池电机进去，这车就能卖得好。真的，幸好今年路虎没来，要不看见这车，我这替人尴尬的毛病又得犯了。我一直觉得啊，支持国产，支持的应该是那些有核心技术、有原创设计的国产车。就这种行为，跟当年那帮卖山寨机的有什么区别呀？最适合家用的德系、法系，国内车主基本买不到，大家买到的那些都是第二梯队的产品。一台宝马3系柴油旅行版8AT 后驱，在日本它的油费成本只相当于国内10万以内的中小型汽油车的油费。今天是2024年11月15日，日本1升柴油的价格是133日元。换算人民币6.1元，在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我们3倍的情况下，这个油价还买什么电车呀 ？AT 加后驱的构架依然可以做到综合路况100公里5到6个油，高速一箱油轻松1000公里。大家就用脑子想，那些中小型的大众、奥迪的双离合前驱柴油机，它的传动效率更高，那得是什么油耗？高尔夫都有柴油版。马自达新上的6缸柴油机，3.3升的排量，还是个油混，起售价才20万人民币左右。我知道有人又要在评论区抬杠，说柴油是稀缺物资了。不要人云亦云，好好去网上查一查，一份原油提炼一次可以获得30%的柴油和10%的汽油。开过德系柴油车的观众，把你的体验分享在评论区，让大家了解了解。在柴油机的加持下，宝马的发动机故障率比汽油机低得多。这是一台15万公里的宝马，
不漏油不漏水，即将从日本出口欧洲。如果是汽油的宝马，这个公里数还有人要吗？宝马的柴油机故障率比汽油机低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温低。国内的德系汽油车主一定要注意控制你车的水温，每年或每2年找地方彻底清洗一下你的水箱，保证散热。虽然这么做也不如柴油机，但确实可以降低德系的故障率。讲了那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第一，国内的消费者接触的内燃机基本都是汽油机，这还只是内燃机50%的战斗力而已。如果油电同权，或者放开柴油车，下面的视频将是最真实的写照。同意的点赞。所以说有些遥遥领先它是一种环境下造成的，并不是技术的遥遥领先。第二，我不否认电车在某些使用场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被我们的车评人关上门吹牛吹得太过头了，胡编乱造一些国内车主不了解的信息，什么这个车企不行了，那个车企也怕我们了，看得我都尴尬呀。为了赚那仨瓜俩枣，汽车历史都快让你用嘴改写了。如果你对汽车还有热爱，请客观评价，请客观陈述目前全球的汽车行业真实情况是什么，国内消费者有知情权。第三，我知道这个时候又要有人问，欧洲的柴油机这么优秀，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的电动车加关税呢？这个事儿有2个解答，哪一个听着舒服你就听哪一个。第一个解释，只聊立场不聊事实，他们怕我们的电车，他们玩不过才加税，我们赢麻了，他们坏透了。第二个解释，无关立场，咱们有些车企用低廉的人力成本去卷人家的汽车价格，人家根本就不给你玩，因为人家要对车企的员工好一点，要对车企的员工负责。电池车是不是我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但一定不是欧美日韩的未来。国产新能源车的天要塌了，据传特斯拉要免费给老车主换电池。这下把国产车的脸打得生疼，更换的车型为老款 Model 3的电池，健康度低于 80%。要知道这款车才上市不到8年，这样的手笔在行业里可是罕见。更匪夷所思的是，如果车主选择更换续航更强的磷酸铁锂电池，特斯拉还将附送悬架、减震器和4轮定位的免费升级，车主们简直就是买到赚到，续航翻倍，驾驶体验升级，一车换新。这格局一下就上来了，让人不禁联想到最近的热点，国产新能源车买得起修不起，很多车主纷纷吐槽，买车花了17万，换个电池竟然要12万。有车主愤愤不平地晒出检测报告，车子才用了4年，跑了10万公里，电池衰减就高达 25%。相比之下，油车开10几年依然动力十足，电动车却面临电池更换，让不少人直呼新能源车成了大件电子消费品。而特斯拉这一手免费换电池，把国产车一下甩了几条街。当然也有人表示，特斯拉要免费给老车主换电池是真的吗？不管是真还是假，你知道把特斯拉的电池健康度开到80甚至70以下有多难吗？最近有机构测试了一辆行驶了 11.6 万公里的19款 Model 3，其电池健康度仍然能达到 89.3%， 而行驶 10.3 万公里的20款理想ONE却还只有 75.6%， 一个懂车帝钻卡车测试都能让某些人破防。那么哪天真做一个电池健康度测试，那对于某些自主品牌的大聪明们来说，天都得塌了。反观国内的比亚迪，别说想免费换电池了，想保住终身质保就非常的难。有人就总结了10条，每个都是非常的经典。第一，车辆所有权变更的不保，需要是首任车主才行。第二，车辆用于营运用途的不保，必须是家用才行。第三，没有在比亚迪 App 上进行车主认证的不保。第四，电池容量正常衰减的不保。第五，1年12个月周期内公里数超过3万的不保。第六，在规定周期内未到 4S 店保养的不保。第七，保养未使用官方正品配件的不保。第八，出现事故未在 4S 店维修的不保。第九，改装3电系统的不保。第10，人为或者发生意外、火烧、水泡以及其他维修导致3电系统故障的不保。你们 4S 店电池不是终身质保吗？怎么现在换电池还要我自己花6万多块钱啊？是这样，女士，您这车确实不太符合我们的终身质保要求。可是我这是首任车主买的新车呀，我这也不是二手车啊。这我知道，但是我们事后已经查过了，您这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进行维修和保养的。可是我这车一直都是在你们这修的呀。我问您一下，您是不是4S换过轮胎和雨刮器啊？是啊。对啊，因为没有用我们的原厂的配件，所以会影响到电池终身质保啊。我有点想笑，你们这个终身质保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轮胎和雨刮器会影响到电池吗？因为雨刮器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电池线路，您在维修和更换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这些线路。
而且您应该记得，买车时候就签过一份免责声明，您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合着你们这个协议只保电芯不保电池组，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整车的电池它都应该保吗？没有啊，现在新能源市场就是这样，保电芯不保电池组。而且你看这上面有一条啊，维修和保养是需要用到原厂的配件的，不然就会影响到电池的终身质保。但你们当时厂家承诺的是3电系统无技术因果关系的零部件更换是不会影响到终身质保权益的呀。那这样，那我得跟领导申请一下。还有就是，我当时在签这个购车合同的时候，电池终身质保这些细则的规定，你们根本就没有人给我解释清楚，直接就让我签了。哎，不是小姐，咱们大家都是成年人，那这上面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给你解释。但是让客户了解清楚合同的条款内容是你们的工作职责吧？那我再去找一下领导，好吧？行，麻烦你了。你们以后买车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长点心，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真的是套路一套一套的，国人的智慧用的真绝。当然，偶尔也会来点小惊喜。在前几天，湖南邵阳的交通局发了一个通知，要打击网约车的低价行为，规定每公里不得低于2块钱，有司机就去求证。哎，我麻烦您问一下，我是一名出租车客运的从业者，我想问一下，最近网上传的咱们邵阳交通局在11月7号对网约车平台下发了规范网约车平台运价机制的通知，提出了什么4点整改意见，是真的吗？是的。不仅是什么，它限定了什么聚合平台的错成比例，还有说特别标注了说网约车运价不得低于2块钱1公里吗？对，这个是我们要参照了我市的出租车、巡游车的定价。哎，我看通知是要求是各平台收到通知后，在7天要基本整改完成的。对，但是现在他们还没反馈过来。是从11月15号开始执行吗？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是要让他们进行整改的。这个我看他们反馈意见。这个只是个建议，就是这个是能强制、能规范他们要求他们执行吗？其实我们以前也给他们说过这个，但是怎么说呢？他们网约车未必会严格执行这个。未必会呀。如果说你们能出手的话，我们的日子真的很好过了。那个，如果说他7天他没有完成的话，咱们交通局会有哪些措施吗？那我们就给他下通知，给他们进行督办呗。只是督办。看来这个也是咱们运管处的一个建议，是不是啊？其实这个关于弄他们一口价的事情，我们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往这个方面搞了。其实邵阳真的，很多人都说邵阳运管很好的，而且就提出这个措施，真的是给一线的网约车司机真的一个很大的福音呢。真的，我们也期盼着说你们的措施能够真正的落地，让他们随着平台能够去执行。真的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就很多我们司机群体也在传嘛。是他们网约车定价确实很低，其实他们网约车司机那边也有抱怨的，根本就拉不了多少钱，1公里挣点钱，你说都活不下去了，去了租金跟充电成本太难了。其实我们也想他们改，但是他们具体实施的话，我们这边还要去努力。得到这样的回复，所有网约车司机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有人还准备去送锦旗。人家上调暖人心，2元每公里显真情，公正决策促发展，司机感恩铭记心。全体网约车司机他代表的啊，让我们的上面的领导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心，就是说明能看到我们所有师傅的心声，就是看到所有师傅有的诉求。我要把这锦旗专程，如果说我们这个政策落地了，我要专程的送过去，我要代表我们深圳，代表我们太阳升起地方的人去送过去。全国的全国的，如果上调到2块钱1公里，你有没有想跟他一起送啊，兄弟们？为什么要我来给这个锦旗送过去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齐心。你从事了这个行业，你就一定要齐心协力。如果说我们的大家长能够把这个政策落地，我相信大家日子都很好过。能帮我们师傅做事的，能让我们提高流水的，能让我们提高收入的，解决低层这种很现实的问题，对吧？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大家长站出来，对吧？有这种为我们出声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全国的去宣传，每一个字都值千金。这是不管成与不成，但是最起码有人帮我们去说这个话。这个行业已经存在着病态的了，你包括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包括司机，包括你自己买的车，包括租赁公司，大家都不好受的。你这种资本无限的去剥削，无限的去试探，有我们的家长已经在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在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要为我们的这个
太阳升起的地方的这些某些的这些大家长，真的是要点赞，真的，他们敢发声，他们不贪不腐不接受，他们可以为底层这些从业的人员去发声。他代表的是所有的网车师傅们的心声。说得真好，从影片司机的表情看，感情表达很自然，也很真切。可是怎么能这么开心呢？没点反转怎么行？即便是发出的红头文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盖上了公章，也可以撤销的，仅仅只存在了2天。谁让你们送锦旗的？你们不配。正当全国司机师傅都在观望邵阳新政带来的变化时，邵阳市交通局又下发了补正通知。11月13日，邵阳市交通局在回复群众来信时透露，原通知中规定，11月15日起，网约车平台扣除抽成返还给驾驶员的流水，一律不得低于2元每公里的标准。因工作人员的笔误，交通运输局已下发补正通知，更正为不应该低于2元每公里的标准，并且解释交通运输部门不是定价，也不是运价监督管理部门，出于行业管理的立场，建议网约车平台市场调节驾驶员可承受的运价。从不得低于2元到不应该低于2元，仅仅改了一个字，一字之差，就让高高兴兴的送锦旗行为变成了一场闹剧。现在网约车司机讨论的是，这锦旗是留着擦车还是丢了？毕竟是有成本的，也够跑几公里了。哎呦我操！我撞人了还干这么远，哎呦这可咋治啊！我操！伙计，你没事吧？我一个兄弟来给你拉走火化。不用火化啊，我有点疼。疼哪里疼啊？我脉疼。哎呦，你这会儿还脉疼呢？不是脉疼，会疼炎性。哎呦，你就别看车了，兄弟啊！哦，你不行，咱上医院拍个 CT 吧。CT5、CT6。哎呦，你还 CT5、CT6的，你心咋这么大呀？不看出炎性啊！那赔钱吧？赔钱？那赔多少钱啊？看那个样没有500块钱，我提不来。哎，你手机给我，你转钱。哎呦，好，转过去了。15万？咋这么多？哦，这是我刚给你录的网贷。你妈嘞！